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说的是不要指望中国会很快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。乌克兰冲突呢，已经进入到第2个年头，这场战争离中国很远，但是国际社会却对我们有很多的期待，希望中国能够出手推动双方和谈。中国没有在这场冲突当中站队，继续保持着和双方的正常关系。不过呢，国内外有不少的专家都认为，不大可能看到中国出面实施外交斡旋，至少近期内中国不会采取这种行动。关于乌克兰冲突现在确实不存在和谈的基础。虽然俄罗斯方面多次表示愿意谈判，愿意通过和谈解决问题，但是从俄军目前的作战态势来看，完全没有停战谈判的意思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在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停火，但是发生在1月1号的火箭炮袭击事件，造成俄军的重大伤亡。俄罗斯的民众是群情激愤，不存在和乌克兰和谈的可能性。乌克兰方面呢，则一定要俄罗斯从东部4州以及克里米亚完全撤军，才能考虑和谈。这就是说，冲突双方根本没有和谈的意愿。美国呢，作为乌克兰战争的设计者和挑起者，当然希望把这场战争长期打下去。拜登甚至公开表示过，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，也要打败俄罗斯。实际上，真心希望乌克兰冲突立刻停火和谈的只有中国和欧洲，但是欧洲内部意见不统一。英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希望冲突持续下去，希望俄罗斯被削弱，最好战败。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虽然对战争没完没了非常不满，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，也被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。这还是在递刀子浇油拱火为乌克兰战争推波助澜呢。因此，只有中国一家站出来进行外交斡旋，推动停火是根本不起作用的。实际上，这场战争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，至少从表面上看，对中国是不利的。乌克兰未来研究所专家库萨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，乌克兰冲突给了美国更多的机会，它可以在欧洲和亚洲调动盟友，筹集资源，扩大北约领导下的伙伴关系，这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。由于乌克兰冲突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困难，通过乌克兰的物流线路被战争切断。根据外电的报道呢，现在中欧铁路快线只能绕过俄罗斯，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路过前往欧洲。中国所能做的仅仅是尽量的避免这场冲突给自己造成太严重的损失。乌克兰冲突爆发以后，中国成了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主要买家之一。在2022年的最后几个月，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，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。两国的能源贸易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。另外，即使受到战争的影响，中国与欧洲还是设法扩大了双边贸易。2022年的前10个月，中欧贸易增长超过8.1%，这主要得益于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。中国呢，已经尽力在呼吁和平，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。和谈主要还是取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，实际上取决于美国的愿望。只有在双方精疲力尽、耗尽资源，实在打不下去的时候，才有和谈的可能。只要美国还能够从这场战争中有利可图，和平就不可能到来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